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丸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集的车子系列，今天也就换换口味啦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样话题讨论度很高的吉卡哇。吉卡哇的周边推出是真的很丰富啦，从日常用品啊到最主流的娃娃系列、绒毛的小吊饰，魔丸自己也是越收越多。最近话题讨论度最高的，当然还是日本的麦当劳，又在全新推出了快乐儿童餐附上的玩具，也就是我们吉卡哇系列。第一弹是先推出4款，接下来的第2弹一样会再推出4款，总共8款不同造型的玩具。开卖的当天啦，几乎所有的麦当劳都是出现完售的情况，二手市场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。那魔丸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有想要自己从日拍啊，又或者是日本的二手商店来去购入、来去选购的话，还是要特别看一下这个页面的详细资讯啦，确定没问题呢，再来进行入手。日本对于海外的诈骗已经发生了非常的多，所以在购买之前啦，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回到今天的重点啦，虽然今天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分享麦当劳的玩具，但就在几个月之前啦，魔丸有特别入手到吉卡哇的一套系列玩具，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个。网络上面也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开箱啦，但魔丸觉得它的设计还算是蛮特别的，所以今天也就用你的时间来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从这个外盒很明显可以看到啦，这套是由 Sega 所推出的系列玩具，盒装尺寸还算蛮大的。它的设计概念其实跟万能麦斯有点相近啦，都是属于这种收纳型的系列玩具。打开之后也就会有一些专属配件以及人物可以来进行游玩。不过这套真正吸引魔丸的地方是它还有在融入音效的部分，搭配不同的盒组、不同的角色啦，来去安装到定点，也就会发出专属的声音。像是今天要来分享的 Usagi 这套铜锣烧的系列，也就会发出兔兔专属的声音。可是如果你有购买其他的盒组，有小巴、有吉卡哇的话，插上去相同的位置，也就会发出他们专属的音效。整个设计算是真的很特别，魔丸个人觉得可玩度应该也算是蛮高的。今天的话也就用时间啦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那在这边的话，魔丸也就不再多说，直接开箱，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打开之后，里面的配件还算是很丰富的，兔兔的本体，2套专属的服装可以来做替换，3级的除草阵、讨伐棒以及橡实，最后还有我们外壳本体，也就是这个专属的铜锣烧。不过铜锣烧这边打开的话，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，因为它这边是在另外附上了一张专属的贴纸啊，就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来进行粘贴。魔丸简单看了一下啦，它附上的贴纸数量算是真的很多啦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把全部贴纸给完整粘贴上去，也就只能挑自己最喜欢的几张啦来进行粘贴。魔丸个人觉得这个兔兔的痕迹很适合粘贴在底部的这个位置。至于我们的本体兔兔，其实尺寸上面啊比魔丸预想的来得更大只一点。魔丸本来想说大概也就是扭蛋左右的大小，实际上还算是蛮大只的。不过它是以全空心的方式来制作，本身的重量是很轻的。最主要在底部啦有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插槽，这个当然也就是搭配专属的声光音效来设计。待会后面魔丸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。接下来在服装这边附上了2套睡衣以及这个鱿鱼装，都是以这种软胶件的方式来呈现，直接套进去对齐耳朵的位置，当然就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搭配，呈现的效果算是蛮不错的。不过这个软胶件啦是很容易卡灰尘，魔丸才拿出来不到5分钟啦，就已经卡了一些小小的棉絮、小小的灰尘。另外的睡衣它的尺寸会比较密合一些，所以还是要按照它的步骤，先把耳朵的地方套进去，对齐上面的位置之后呢，再把我们的身体稍微拉开，再把它给套进去。完成之后，再把侧边脸颊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，OK， 这样子也就算是完成了。搭配不同的服装来进行应用，其实算是蛮不错的。但魔丸个人会更希望说它的这个服装啦，以硬直的方式前后来进行卡扣的方式来搭配，呈现的效果应该还是会比较好一些。这种软胶件其实要保存也不是这么的容易。最后配件方面，3级的除草阵这边一样是以这种软胶件啦，算是橡皮筋的这种感觉方式来呈现，所以一样是可以直接套在兔兔身上啦，来去做一个简单的搭配。
配。不过最后的讨伐棒以及象石这边也就只能摆设在场景当中啦，也就没有办法跟兔兔来做一个简单的互动。接下来最后的铜锣烧啦，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本体外形的设计还算是蛮漂亮的，整到底部一样是要安装电池的，这次是使用2颗的4号电池，它是同一个方向的，所以安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底部除了一个主要的开关啦，也就没有任何的按钮，这边一打开呢，也就会有一个专属的音效。算是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开机提示音啦，那只要打开呢，搭配我们特殊的公仔，也就可以来听到专属的音效。这套设计最巧妙的地方，也就是你搭配不同的角色，它就会发出不同角色专属的音效。这套附上的也就是乌萨基兔兔，那我们直接把它给安装上去。没有错，它也就会发出兔兔的声音。那如果你想要听到不同的台词，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，再重新安装一次。这一套也因为是乌萨基专属的场景，所以它的专属音效收入就高达12种，是可以听到不同的叫声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听到其他角色的音效，其实啦，透过底部的这个按钮呢，还是有办法达到。仔细一看，插槽的位置下方其实是有4个黑色的孔洞，对应到乌萨基刚好就是在第2格的部分。那我们准备一支长一点的镊子，直接按压第2格的按钮。没有错，其实就是透过一个简易的方式来去触发这种按键的机关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从最右边的开始按压，最右边的也就是吉伊卡哇的声音。那接下来的第2个。收入的也就是小巴的音效，也是魔丸自己最喜欢的。那至于最后一个的话，なんだお前、あっち行け、叱ってみろ、叱れ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没有错啦。最后一个也就是小桃的声音，这个孔洞刚好对应到4位角色：乌萨基、小巴、吉伊卡哇以及最后的小桃。可是在这个盒组里面，其实还有在贩售其他的角色，包含我们的栗子大叔啊，包含我们的师傅。其实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触发条件，刚刚都是按压单一个按钮发出专属的音效，那这边我们直接按压2个按钮，分别按压第2个跟第4个。どうした？していくか？一服。有没有熟悉的师傅音效就出现了？那接下来我们再按压第3个跟第4个按钮。没有错，也就是经典栗子大叔的声音。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，也就可以听到更完整的音效。这套在推出的时候，其实考量还算是蛮完整的，并不会说新角色的推出啦，没有办法应用在以前的这种合组，音效上面收录还是非常的齐全。最后收纳方面，也因为它只有预留一个兔兔的孔位啦，其他东西啦直接丢进去，也就可以完整的收纳，其实还算是蛮方便的。收纳起来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这边要特别注意啦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卡榫来做固定，所以也只能以平放的方式来进行收纳。简单的介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最后啦，贴纸这个部分，魔丸有没有在考虑，还是就不要粘贴？可是想了一想啦，还是觉得铜锣烧里面比较单调一点，所以这边的话还是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，魔丸个人的方式啦，来去做一个小小的点缀。这边也就先粘贴完成，再拍一些简单的细节画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喽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最后还是要来说一下价格的部分。这套也是在前一年11、12月份才刚推出，当时的日币官方定价是在3300块，换算成台币就落在660到700块之间。可是台湾这边代购的价格啦，还有考量到运费以及关税的部分，大概也就落在1150到1200块左右。前几个月魔安刚好北上去参加麦斯展，也就绕去三创逛了一下，刚好在玩具楼层啦，就看到这一套的限时特价，价格也就从原本的1000多块变成950块，所以魔安也就直接入手了。1000块以内啊，有机会买到这一套啦，魔安觉得还算是很划算，配件很丰富，再加上又有收入专属的音效，是真的很特别。当然后续的话啦，魔安其实也有入手小巴以及吉伊卡哇的家，未来有机会再找时间啦，再来跟大家做后续的开箱、后续的分享。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喽，我是魔安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